现在啊，天气越来越冷了，那么感冒的人啊也多了起来，总是咳嗽还痰多。如果咳嗽总不好，肺部呢也会很难受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这个方法就是用枇杷叶煮水喝。拿几片枇杷叶清洗干净，就是把叶子后面的绒毛洗干净，然后在锅中加入水，把枇杷叶放进去，可以呢加几颗冰糖，用小火煮，煮到水的颜色变成褐色就行了，然后倒入碗中，可以稍微的加一点蜂蜜就可以喝了。每天可以少量喝。枇杷叶还有一种苦杏仁带的营养素，有很好的清肺润喉、止咳化痰的作用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感冒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但是却让人十分难受，所以大家要做好保暖工作，多运动，提高免疫力。平时喝点蒲公英茶，或者呢用柠檬片泡水喝，能帮助预防感冒哦。血管堵塞，全身遭殃。想要知道血管堵没堵，摸2个地方就知道。第一个地方，腿部。大家可以按压一下自己的腿部，如果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粗，而且按压的时候出现坑，就可能是水肿了，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导致的，就要小心血管堵了。第二个地方，脖子，可以将自己4个手指放在脖子一边，感受一下颈动脉搏动，如果一侧比较弱，甚至没有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那血管堵塞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，所以平时一定要养护好血管。下面推荐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让气血一通到底。坐在床上或者是椅子上，将一只脚的脚跟着地，然后以脚后跟为支点，带动脚部上下的运动，做20次，再换另一只脚也是做20次，每天早中晚都做1次。那经常做这个动作，可以让血液流通顺畅，帮助疏通血管，有很好的养护血管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让血管越来越好。血糖高。高血糖对身体都有很大危害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控制好血糖。通常降血糖我们都是通过药物，其实在农村有种降糖树，用几片叶子泡水喝，对稳定血糖也有帮助。这种降糖树是一种稀有的热带植物，有很强的药用价值，原产于澳洲，不过现在农村也有人种植。这种植物的叶子可以帮助调节机体胰岛素功能的恢复，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。大家可以用它的叶子泡水喝，能够帮助调节血糖。除此之外，这种植物对血压高、血脂高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，大家呀可以用它试一试，对血糖平稳有帮助。不过想要降血糖，平时呢还是要多运动锻炼，控制好体重，饮食也要特别注意，少吃含糖的食物。最重要的是按时吃降糖药，这样才能保证好身体的健康，预防并发症的出现。高的人若出现3种情况，小心并发症找上你。表现1：皮肤瘙痒和干燥。血糖高的人，如果皮肤经常出现干燥和瘙痒的情况，而且用什么方法也不能够缓解，就可能是并发症的信号了。表现2：视力下降。血糖高的人还要注意，如果出现视力下降、视物模糊，最好及时检查一下，也可能是并发症要找上你了。表现3：腿脚发凉。如果出现下肢发凉或者间接性跛行的情况，要小心是糖尿病足，建议大家检查一下。所以血糖高的人若出现上面3种表现，要提高警惕了。那想要控制好血糖，日常做好2件事。第一，改变饮食，平时保证3餐规律，营养均衡，最好少食多餐，不能吃得过饱，尽量不要偏食，这样有助血糖稳定。第二，适当运动，每天进行适量的运动，也能够帮助保持血糖稳定，最好是有氧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广场舞、太极拳等。如果血液流通顺畅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。但如果血管内垃圾过多，血液就会变粘稠，血管出现堵塞。那么怎么判断血液粘稠不粘稠呢？大家可以蹲下试一试。如果蹲时间长了，出现气喘、呼吸困难以及呼吸急促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血液粘稠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帮助清理血液垃圾，预防血栓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上叠放，然后左手向身体左侧甩动画圈。做完再换右手，
因为我们的手上和手臂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预防血液粘稠，还能帮助保护心脏。每天做3到5分钟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